以前因为没有灯，所以是用这种。我叫马迪，骑马的马，迪拜的迪，迪拜的迪。马迪是我的中文名字。我是中文跟英语导游，还有我是大学的老师，还有我是博士学生。学习旅游。改了。欢迎你们来到伊朗。现在我们在伊玛目机场，对吧？伊玛目机场就是国家机场。现在我们出德黑兰在德黑兰。我想了好久想要来的地方，伊朗，它跟你想的不一样。伊朗在市场的旅游绝对不多见，也绝对很特别。伊朗跟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哦。从街道上的运动到独一无二的美食，哇，伊朗有很多的事情等着你发掘。关于伊朗，你可能还不知道的事情。尽管人们对这个国家有着很多普遍的误解，伊朗还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而这个地方在欧美人眼中，哇，它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在台湾，也许是新闻媒体的报道，也许是各方面很多的原因，使得伊朗好像被形容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地方啊。今天让我们来看看伊朗。这么多观众朋友的支持，再加上这么多老朋友们的支持，一团又一团的开创我们的首发团体啊，也带领着爱好这个节目的朋友们的眼睛到全世界各地去看呢。所以我说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你们啊。那你在伊朗的任何一个地方呢，你如果要搭计程车，你想要付钱的时候，司机可能会拒绝收你的钱。走进一家购物商店也是会遇到同样的事情，怎么回事？假客气文化是伊朗独有的标志，个人礼仪。你并不是撞上了免费的馅饼啊，不是免费的啊！不要以为台湾很多免费，看到很开心哇，免费的 no， 那是一种表达客套的方式。你要做的是做出回应，懂得呢去取悦他人。假客气是你来伊朗，不是假新闻、假消息。假客气是你来伊朗第一个需要延伸在每个地方的社交场合。我们现在来到沙漠中的玫瑰花园卡山。山位于伊朗法罕省，离开德黑兰我们的第一站卡山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是最重要的财经要地，也是十分富裕的都城。今时今日的卡山，除了它的波斯地毯、银器闻名全世界之外，最主要的还有久负盛名的玫瑰水。玫瑰水是伊朗的特产，而卡山位于伊斯法罕省的中部，是伊朗著名的卡维尔岩末边缘的一个巨大的绿洲。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创造出了这种独一无二的粉红色的玫瑰花，它就称之为穆罕默德玫瑰。不管你是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玫瑰花总是爱情、幸福、完美、圣洁的象征啊。玫瑰也是伊朗的国花，所以卡山拥有非常大的玫瑰种植园。布鲁杰迪宅是伊朗卡山的一座古宅，这座古宅建于1857年，当时由建筑师为富商布鲁杰迪的新娘而建的。数年前成为了新娘的娘家塔巴伊家族新建了塔巴伊宅邸，他创造这里呢历时的18年。你看看这个天花板，我的天哪！用了150名的工匠，伊朗的波斯文化雕砖风格，很厉害哈，花花草草哈。你看现在，如果你家的天花板要搞成这个样子啊，来个几百万吧啊，不简单啊。布鲁杰迪宅包括了美丽的长方形的庭园、皇家的画家所做的壁画，还有3个40米高的风塔。你刚刚有看到了哈，很高哈。这个风塔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啊这个地方啊，在夏季的时候温度非常非常的热啊，借以呢降低室内的温度。它有3个入口，以及所有传统波斯住宅建筑的特征。这就是卡山布鲁杰迪宅。它其实呢，如果你把它幻化成中国的宅邸一样，就是什么像很多的花园啊，什么园林啊一样啊，有钱人、好野人所起的厝，这个是布鲁杰迪宅啊，建于1876年，建造过程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呢。波斯神秘当中，伊朗神秘古宅，这里很特别，让我们走进来，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先不要讲它哦。光是走到伊朗，你就哇哦，不是伊比朗啊，伊朗啊，就会觉得哇，这个实在是讲不出来哈。哇，你看呢，是爸爸做了非常危险的动作哈。你看呢，伊朗的小朋友，我高追不啊？沙漠中的玫瑰花园，这也就是我前面所介绍的。而卡山还是一个拥有古文明波斯独特文化的地方，这个历史可以上溯到艾朗时期啊。我们提到了这里的玫瑰水是养生美容的圣品啊，这里出产的波斯地毯自古有名，这里的波斯花园被列为世界遗产。甚至它的近郊还有一个西亚克山丘的考古遗址，追溯到古埃兰时期的文化，也是高原最早的文明之一。现在大部分的出土古物都在法国罗浮宫、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以及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玫瑰，他们的国花，沙漠中的玫瑰花园分园。
point， 对，因为在伊朗水很重要，我们没有那么多水，所以水很重要。我们硬币在水的里面，我们说这个是有好运，明白？看到水，伊斯兰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玫瑰水是伊朗的特产呢，得天独厚的条件创造了它哈。卡山拥有850公顷种植玫瑰园，这个你看，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吧？啊，这个是什么啊？许愿池啊，对不对啊？其实，在华人世界也好了，在欧洲世界也好了，全世界只要看到池子，怪了，你就很想丢钱进去啊。所以奉劝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赚钱，是不是在你家门口啊挖一个池子啊？搞不好隔天早上可能丢的是垃圾啊，不一定是水钱啊。这些水呢，在这一种伊斯兰世界当中呢，是生命的泉源啊。那也因为沙漠地形地厚，它的老祖先们呢，所以到处可以看得到天空的，不管是玫瑰花的图案也好，星星的标志也好，月亮的标志也好，日月之间，或者是看到水串流、植物藤蔓的这一种墙壁的雕塑也好，这些都反映出它的文化。那每一年在这里可以采出3000吨的玫瑰花，这些玫瑰花能制造出了6000吨优质的玫瑰水，其中1500吨用于出口。除了石油跟地毯之外，玫瑰水又是一个让伊朗人自豪的产品。欢迎来世界文化遗产。对啊，帮人家小孩。搭他们的公车。接驳到 Bin Garden， 因为停车场离 Bin Garden 太远了。参观番园，坐他们的公交车，对，接驳而且不要钱的，不用钱的，对，你走这。反正他没女也没女。因为我们来这边也是用老人票。VIP 团呐，VIP 的超幸福的。有没有看到？公车下车就是我们的巴士了。拜拜，拜拜，拜拜，你留下来啊！我留下来啊，你们扫到。伊斯法罕，我们现在前往这个地方伊朗最重要的文化国都。每一个遇见伊朗人，若是在谈话当中提到了伊斯法罕，他都会告诉你说：“赞水美拜有气质有文化。”法罕，伊斯法罕是伊朗最漂亮、最有文化气质的城市。伊斯法罕是个富饶的在沙漠当中的绿洲。2500年前的米底王国时期就有人居住了，但是让伊斯法罕发光发热，是古伊朗历史当中定都于在此地的2个王朝，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那当然，你知道吗？这个第一个的王朝是11世纪的塞尔柱帝国。塞尔柱知道吗？塞尔柱，你去过土耳其，一定会听过塞尔柱。这个帝国相当的庞大，当时它的领土遍及了伊朗、伊拉克、Turkey、叙利亚、高加索、阿富汗，全部都是中亚的国家哈。部分的中亚国家与阿拉伯半岛的也门、阿曼分裂了好几个诸侯国，加上当时威震全世界的蒙古人，杀遍四方。如果你去中亚哈，你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谁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呢，叫做什么？成吉思汗他的历史故事。伊斯法罕在当时蒙古人杀进来的时候，曾经全毁。我们来到了最美的伊斯兰世界，被伊朗人嘴巴称为最美的伊斯兰世界。伊斯法罕星期五清真寺，这为什么叫星期五清真寺？扎门清真寺，扎门的意思是大清真寺。还有他们说星期五清真寺，因为星期五穆斯林人他们祈祷在这个清真寺，他们在伊朗每个清真寺没有，还有不是不管，他们不是不管，没有祈祷。这个清真寺有差不多1400年的历史。1400年的历史，11世纪、12世纪，新的地方是这个2个园林，对吧？这是Seljuk王朝，Seljuk是土耳其人，2个园林，还有一个园林塔，对，这个在那个塔他们唱歌。所以别的人、外面的人，他们知道现在是祈祷的时间。每个王朝来了，你看到每个王朝来了，他们建了新的地方。所以这是15世纪，是什么？是那个莫扎法里是那个王朝的名字，他们建了这个地方。这个不一样，这是Seljuk的，这是阿扎王朝的。阿扎王朝建了，还有别的在外面的柱子，所以这个是阿扎王朝。然后他们破坏了这个，所以你们看到里面是怎么样？我们还是原汁原味的将这个当地导游所讲解的话翻译出来，让大家听让大家也感受一下外国人他们所讲的这种中文。有的人说哪他听不啦，我告诉你老外能学中文就不得了啦。就像我们常常去讲英文讲其他国家语言也有什么，也有口音嘛虽然听不懂也不能说听不懂听得有点吃力，但也是一种风味嘛。来啊！什么物件来啊？讲简单像那个的 Friday 星期五不是美式餐厅哎呀，你看看那个伊斯兰的那个花砖很漂亮这些花砖你注意看这个跟大家聊聊爱欧洲旅游的人去看看这些花砖跟西班牙花砖一不一样西班牙的花砖为什么会有那么美其实因为西班牙曾经被伊斯兰统治过所以伊斯兰制造的这些花砖呢就流到了西班牙，所以西班牙花砖其实源自于中东世界，只是它又变成在地化把它改变过来了。而什么叫 Friday 为什么在中东世界常常会听到星期五餐厅还是清真寺，是星期五的清真寺为什么？因为呢在伊斯兰世界里面，休息日一星期的第5天，也就是礼拜五，这一天穆斯林会聚集在一间清真寺祈祷跟听讲道，因此各城市都有自己的星期五清真寺。 OK， 是不是做礼拜？是的。
所以你注意去看看，只要是伊斯兰的世界，星期日是一星期的第5天，也就是星期五。注意哦，星期日是他们的星期五，应该拜国，动作是拜你的血捆，安尼了解不？伊斯法罕的星期五清真寺比伊玛目清真寺还要古老，是伊朗唯一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组织的清真寺，你就知道了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啊！看得懂看不懂，光走进来这里面呢，震撼让你跳动的心呢，就会觉得我现在在伊朗连开直播了都觉得震撼莫名啊！虽然伊朗对于女性的规范很多，所以你看，几乎到公众场打开笼还包开来，有吧？这一趟旅游当中有很多，我相信你们也曾经去过中亚啊，是否有一样的历史、一样的背景、一样的文化呢？对不对啊？很类似啊哈，但是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国家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它是什么？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嘛啊，它是伊斯兰的星期五清真寺，建于8世纪阿拉伯人统治时期，最后它被烧毁了，在11世纪的时候再重建起来。伊尔汗国到萨菲王朝期间陆续的扩建哦。你有没有看到？看到最特别的拜幻塔，宣礼塔，以前在上面呢用球后来呢用广播来放哈，因为时代在进步哈，以后搞不好是丢 Apple 手机 iPhone 在上面的。那有没有看到每一个人呢？伊朗最大的特色就是公共场合女生一定要把头包起来。你看一包起来之后呢，每个人美的跟什么一样哈？不是说不包就不美啊，有包没包都很美。但是重要的，看到这边你就会想到什么？那个女生的头包起来像什么？其实呢，也就是郁金香啊。郁金香发源于中亚国家啊，发源在这个地方哦。所以郁金香有没有？就像含苞待放有没有？郁金香的名称的由来也就从这边过来了。所以呢，很多人不知道郁金香是欧洲的产物，其实不是，它是来自于中亚。你看，注意看它的屋顶建筑超美啊！伊斯兰世界的屋顶建筑真美啊！这种建筑，除了挑高的空间设计之外呢，还带有没有每个都很像郁金香的圆顶，对不对？星期五清真寺是一个四合院的建筑，它有个中庭，四面各有一个伊万啊，4个伊万造型是不一样的啊。那东南西北都有伊万，伊万的建筑是相当罕见的设计。不晓得是建筑师的原意还是扩建的最终的效果。还有莲花形的水池，对伊斯兰教来说，水是天国的象征，也是建筑物不可少的元素。在水池与南伊万之间有一个模拟天房的塔建，让信徒不用长途跋涉，也可以一场朝拜天房的心愿。波斯是伊斯兰教诞生后第一次传播的地区之一，在公元的7世纪，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的东岸就是波斯的首都，因为这附近早期的伊斯兰建筑不只是一个借用而已，而是直接采用了当时没落的波斯帝国的建筑传统跟方法。伊斯兰的建筑大量的借用了波斯建筑的方法，甚至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波斯建筑的扩展跟进一步的进化。巴格达还有现在我们来到了伊斯法罕，它都是非常标准典型的波斯风格的清真寺。它的锥形的专柱大型的拱廊还有大量砖头堆叠而成的拱门在南亚采用了南印度建筑的风格，但在后期就被波斯文化所改变了。所以呢，即便在历史运动上面的收复失地运动完成之后，伊斯兰建筑仍然长期的影响着。我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叫做西班牙。中世纪的西班牙使用的是穆德哈尔风格，很大的程度受到了伊斯兰设计的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现在的西班牙花砖其实重点就来自于摩尔式的建筑
包括了土耳其的铁木尔建筑、奥图曼式的土耳其建筑、法蒂玛的建筑等等啊，图鲁王朝的法蒂玛哇，这个伊斯兰的艺术的繁华，甚至连来到了马穆留克的建筑那马穆留克更是用明暗的对照方法哇，这讲不完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甚至你知道连印度都有，很多人以为印度是佛教，还有印度教 ，no， 印度的伊斯兰莫卧儿的建筑也是一样它也是融合了阿拉伯、波斯跟印度的建筑与元素。中国也有伊斯兰的建筑，所以你说非洲也有，那是不是伊斯兰的建筑风格是多变而不同的呢？世界这么大，画在一起好像都连在一起一样。mihrab 这个地方我们说 mihrab 是沙特阿拉伯的方向。这你看到这是石膏，不是石头，这是石膏，很特别。不是石头，对，是石膏。曾经有一个人问过一个欧美人士作家，他问他为何来到此处。那这个作家讲了一句话：看尽半个世界，就要来伊朗的伊斯法罕了。伊斯法罕是回教的元素，走到了伊斯法罕，也许很多人对于清真寺无感，但是如果你细细去看伊斯法罕半天下的意思，就来到这儿走过了半个天下。阿拔斯一世在萨菲王朝国力鼎盛的时期的大作，堪称是伊斯兰最美的广场来到这，为何说走遍半个世界？很简单因为这里代表着伊斯兰的文化，所以伊斯法罕拥有诸多让人震撼的建筑作品。因为伊斯法罕它又有差不多3000年的历史，但是从16世纪伊斯法罕是最重要。16世纪伊斯法罕是萨菲比王朝的首都，所以从16世纪伊斯法罕是比较重要的城市，比较漂亮的城市。
菲比王朝很喜欢用那个伊斯兰的以前的风格，所以这里他们建了这个地方，比波西波利斯的感觉一样。希腊的波西波利斯，希腊的波西波利斯是阿契亚美尼的王朝的，是第一波西大的王朝，所以沙菲王朝建了这个地方，特别感觉这个地方的感觉跟波西波利斯一样。伊朗这个有俗称的世界之伴的伊斯法罕，最美的地点很多啊，看不完哦。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背景，你必须享受在其中，自然人能感受到它的美啊。很多人说旅游当中有好耍啊，无好佚佗啊，好佚佗无好佚佗。我讲较白，那有什么好佚佗无好佚佗啊？讲较白，你有法度享受在你的旅游当中无哦，这是真重要。四时助听来到这儿，四时助听坐落在昔日的皇家园林当中，主要是来宴请各国使节，在池子畔的4个角落。第一个先放着4尊的裸女雕像哦，刚前面已经有拍了一下哦。那为什么叫做四时助听呢？因为宫殿的正面看去有20根通天的木柱支撑着前台的屋顶，加上水池当中的导引，而形成了40根呢。其实呢，哪有40根，就20根呢啊！那以前的人很会借景啊，所以呢，有20根柱子立着，再加上20根水中导引的柱子，加起来就有40助听了。所以呢，在宫殿正面许多镜面的玻璃，镶嵌华丽的风采呢，哇哦，就让它变成了这一个美丽的名称——四时助宫。伊斯法罕，伊朗的第3大城市，在伊朗东西南北的要道之上，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西元1050年到1722年期间当中，蓬勃的发展。也许很多人没听过，如果你对历史不了解的，更是没听过。也许近代历史新闻只会报道了什么？报道的只有什么德黑兰事件啊！你看看这些壁作、这些画作，伊斯法罕，它成为波斯王朝的首都16世纪啊，至今保留了昔日的辉煌。看到这些壁画，看到这些上面的图案，它是阿拉伯吗？它是印度吗？其实画在一起，怎么觉得有点像印度？怎么有点像阿拉伯？怎么看起来好像是阿里巴巴40大盗？告诉你，我前面已经讲了，世界把它一画啊，那是人类在分你我啊。其实多年以前，像用宗教串联的时代，很多的土地是相连在一起的。为什么？你信伊斯兰，我也信伊斯兰啊。所以因为同宗教、同信同宗教，大家就拉在一起了。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都有前人其他国家的影子啊，这是无可厚非的。通常是人类自己把自己分成了等级，分成了种族，分成了派别，都是人类自己做的，对吧？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来看的时候，了解它的历史背景，你就可以看得到过去，也可以看得到现在。maybe 你看得更远，看得到未来。阿巴斯2世用来娱乐接待外宾，所谓的四时助听呢，40这个数字在波斯象征了钦佩以及尊重。波斯人喜欢称它叫做四时助听。有没有4个角落有那个女生的画作，裸女的画作？有没有？大理石的雕像，将狮子和入口处的喷泉孔玩不起喷醉啊，现在没有在喷了啊！哇，继续走，一下子我们来到了伊玛目清真寺。哇，伊玛目清真寺绝对是伊斯法罕的重点啊，是伊斯法罕的标志性建筑哦。